自从5年前我们开箱了欧乐 B 的旗舰牙刷 IL9 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有人陆续在问，请问欧乐 B 的电动牙刷到底推荐怎么选？没问题，这期节目我们不只讲实际体验，更进一步实际拆解，带大家详细来看 L 系列的硬体设计究竟是强在哪里，把细节一次讲清楚。更酷的是，这节评测不是短期体验 ，IL9 已经从2020年开始日夜陪伴运作了将近5年的时间。我们回头来看看，当年的旗舰牙刷用了5年之后，欧乐 B IL9 是不是还能继续稳坐旗舰电动牙刷？嗨，欢迎回来，我是绿子。趁着这一次机会，你看看我们前面这一排，我们直接弄来了3支，我觉得目前整个欧乐 B IL 系列，不管你是什么需求，比较值得推荐看看，有代表性的3款产品。那依照定位，分别是最旗舰的欧乐 B IL9、中高阶的 ILTech 以及 IL 系列最入门的 IL2， 总共3款采用微正技术的电动牙刷。那开场我也不藏私，直接切入重点，我想从整个欧乐 B IL 系列最重要的硬体开始带大家来看。欧乐 B IL9 其实从推出的那一刻就疯狂从各种电动牙刷实测中刷榜，而且放到今天依旧屹立不摇。其实最大功臣就是欧乐 B 大改了电动牙刷的马达设计，叫做磁动微正科技。而首先采用的型号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支欧乐 B IL9。那我们也不讲一些虚无缥缈的资料，我们直接把 IL9 拆开，就非常清楚明了了。现在在画面上的就是我们特别准备的一支全新欧乐 B IL9 实际拍摄的内部构造。欧乐 B IL 系列的秘密其实就藏在上面这一整个马达模组。欧乐 B 在 IL9 上采用了一组全新设计的线性磁驱马达，做到欧乐 B 专利的微磁振动技术。那与一般的超声波或是一般的转子马达不同，欧乐 B 这组新的线性磁驱马达最大的特性就是可以提供线性且稳定的动力输出，并且将动力精准的传送至刷毛上。我们这边也直接启动 IL9， 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欧乐 B 这组马达的动力控制真的精巧，而且输出相当稳定。那 IL9 的动力控制有多稳定？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把一颗水晶球直接放在 IL9 上面，你看它不会因为震动不稳而从牙刷上掉落或是飞走，而是极其稳定的在刷毛上旋转，所以让你在实际刷牙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把齿面上的污垢刷掉清除。那也特别说明，我们的测试都是直接用标准模式，没有刻意调整任何设定哦。此外，欧乐 B 的动力虽然优秀，但同时不会过于激烈。例如，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我们来制作一个大泡泡球，然后直接拿 IL9 来刷表面。可以看到，因为动力稳定且不会瞬间过激，所以泡泡几乎是不受影响的，且不会破裂。所以相对的，在刷牙的时候也不会因为马达不够稳定，造成刺激过于激烈而让牙龈受到伤害，可以温和的清洁干净牙齿表面。那震动稳定性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看到了。不过欧乐 B IL9 如果只是震动稳定，其实还无法刷榜。这套方案真正强势的地方在于，欧乐 B 在控制输出的同时，还可以非常稳定的把动力传到刷头，提供非常充足的清洁力。这也是小圆头可以稳居排行榜的原因。那说回来，也就是受益于这组很强的线性磁驱马达，除了可以提供充足的动力，让你更容易的把牙齿清洁干净之外，欧乐 B IL9 的握持体感也非常好，不会像一般的转子方案有大幅度的震动，明明在刷牙，结果手还麻麻的，噪音控制也在可接受的范围。等等，我们还在开场啊！总之，这只是 IL9 的一小部分重点，究竟实际体验以及我前面提到的3支电动牙刷建议如何选购，做完了，我们马上开始。这次我们准备的3款电动牙刷，分别是旗舰更偏向 Pro 定位的 IL9、标准款中高阶定位的 ILTech， 以及入门超值价位带定位的 IL2。我们就从旗舰 IL9 开始看起。IL9 这支牙刷就是汇集了欧乐 B 旗下所有最精华的旗舰功能。IL9 本身就是旗舰系列嘛，所以欧乐 B 也在盒装内就直接随附了在家使用的磁吸充电底座、刷头收纳底座。最重要的是，还直接随附了充电旅行盒以及旅行盒的插头，内部可以放置一个刷头以及 IL9 主机本体。那重点是，旅行盒也具备充电功能，只要接上插座，就可以将牙刷直接放在旅行盒里面充电。如果你是对刷牙表现有要求，而且常出差的朋友，我都是毫不犹豫一定会带 IL9 出门。并且 IL9 在盒装内就直接随附2支替换刷头，所以买回来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好一阵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IL 系列采用的是旋转式的小圆刷头，
所以在刷头的设计上是偏向圆形设计，相比起一般牙刷的长形设计，前几次使用需要熟悉一下，但实际上是可以刚好贴合一个齿面的大小，我是很快就能习惯。我这几年用下来，刷头只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安装时要记得压到底。那如果你启动时听到异常的大声，也先不用担心，通常只有2种可能，一个就是代表你没装好，压到底，你听，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另外一种就是刷头用太久咯，该更换了。另外 L9 采用的是无线磁吸充电底座的设计，所以充电座不会有传统电动牙刷凸起来的一根，也没有任何开孔。那充电的时候，只要轻轻把 L9 放上去，充电座就会自动吸住，马上开始充电。所以建议放在不会碰到的地方，避免不小心弄到。那在充电的时候，萤幕上会显示目前电量，亮起呼吸灯，整个细节完全拉满。总之 ，L9 的外观设计，即使放到2025的今天，科技感还是很足的，并且各种亮面、灯条、按键、透视萤幕质感都很到位。当你拿起来就知道这是一款旗舰产品。不过，相较起看看外观，我觉得 OLED L9 在机身上有2个最重要的地方，必须要独立来说。第一个是灯环，而第二个就是萤幕。我们先来说说灯环。在初始设定的时候，你可以客制化选择你喜欢的颜色。那目的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跟家人都买了 L9，那就可以快速区分哪只是谁的。不过灯环更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具有智慧侦测、自动降速以及力道提示的设计。那原理很简单，系统会透过 OLED L 内建的压力感应器，及时侦测你刷牙时的力道，并且透过白、绿、红3个颜色进行提示。例如，当你刷得太轻时，系统就会显示白色，这时候就建议你再加一点力道。而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的，不是不够用力，而是很多人习惯会越刷越重，尤其当电动牙刷动力充足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力往下压的。所以当 L 侦测到你太用力的时候，灯环会马上显示红色。重点来了 ，L9 它很聪明，它不只是会显示红色，而是当你刷太大力的时候，系统也会马上降低震动，保护你的口腔。而当你收力的时候，你看灯环马上告诉你力道刚刚好，给你一个绿色提示啦。所以刷牙时7双眼角余光就可以看到现在力道是否 OK。接着我们来聊这个小萤幕 ，OLED 直接在牙刷上塞了一块彩色 OLED 显示器。所以当你拿起 L9 的时候，萤幕会自动亮起，还会跟你 say hi 问安。接着按下电源按键，就可以启动牙刷或是停止。而下面这个按键就是模式选择键。旗舰定位的 L9 总共有7档模式可选，包含了基础清洁、敏感专用、钻石抛光、牙龈呵护、深层清洁、轻柔呵护、舌苔清洁7种选择。那在按下电源键开始刷牙的同时，萤幕上就会显示刷牙秒数。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建议的电动牙刷刷牙流程是以1颗1颗为单位去刷的，你就放在原地，最多以画圆形的方式调整角度覆盖到整个牙齿，不要左右刷或是上下刷。OLED 微正刷头的设计就是让你放在原地，让牙刷自己就刷干净了，不需要乱动。那刷牙的时候可以以30秒为一个单位，然后分成4个区域进行清洁。L9 每30秒也会大力震动2下，提示你这个区块刷牙完成，可以移动到下一个区域咯。而如果你乖乖的刷满2分钟，萤幕上就会出现一个笑脸，倍感温馨。但是如果你随便刷，系统也不手软，直接送你一个哭脸。那乖宝宝如我，一定是刷满2分钟拿个笑脸啦。那要记得，电动牙刷挤好牙膏之后，一律先放入嘴巴再启动，这样最省牙膏。好，讲到这里。不过 OLED L9 作为旗舰牙刷，当然不仅如此，除了有灯环、萤幕，它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可以连接到手机 App。连上 App 之后，非常神奇 ，L9 内建的感应器就可以直接侦测你的刷牙动作，知道你在刷哪个位置。系统的精度可以把牙齿分为16个区域进行侦测，然后及时感应你的位置和动作，还可以判别是在刷齿面、齿背还是后排的咬合面。那你看，原本每颗牙齿是有脏污的，当你刷够了，刷干净的牙齿就会变白。那我觉得这个 App 最大的价值就是很多电动牙刷的新手其实不知道如何正确刷牙，那跟着 App 做个几次，你就会开始有感觉，慢慢就会完全懂了。刷完之后，系统就会给你一份评分结果，包含时间是否都有刷干净，以及力道是不是刚刚好等等。
好，那以上 L9 的重点就全部讲完。那在继续讲另外2支之前，我想聊聊耐用性，就是欧乐 B 居然都采用了可换电池的设计。我3支都帮大家拆开确认过了，不管是 L2、L-Tech 还是 L9， 欧乐 B 都设计成了可换电池的设计，没有完全封死，可以说是业界良心啊。很多才不管你啊，直接超声波封死，电池坏了，就请你再买一支。可换设计对在意耐用性的朋友来说是真的有感。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因为电动牙刷界的惯例就是只换不修啊，所以原厂目前没有提供单换电池的服务，这点要特别注意。不过以结构来说，欧乐 B 更良心的是，它这个电池不是用焊接的，而是电池槽的设计，直接装一颗新的电池进去就完成。对于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朋友来说，如果能正式辨识电池规格，然后留意防水结构完整的话，的确是有更多弹性空间的。不过这并非原厂建议的维修方式，对要换的朋友还是要自行评估风险哦。但对于加上可换电池设计这点，我个人还是给一个大大的好评。对象是我用了5年啊，光是期间换了一次电池，我就觉得已经很值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另外2款，我们准备的是 L-Tech 和 L2。那 L-Tech 我选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虽然没有萤幕、没有磁吸充电、没有旅行盒，但我们直接把它拆开，你看它居然搭载了跟 L9 同款的线性磁驱马达，并且价格很亲民，大概是 L9 一半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均衡的一款。如果你没有常常出差、旅行盒需求，或是追求用到顶的需求，那 L-Tech 会是价格和效能的均衡选择。那操作上，太大力也会自动降强度，减缓伤到的风险。压力感测灯环也有。在功能切换上，采用的就是透过按键以及 LED 指示灯的方式互动。在模式上总共5档，包括日常、深度、轻柔、敏感专用以及美白5个模式可选。那 L-Tech 也是具有美白模式的 L 当中最便宜的选择。如果在意美白模式的朋友，那就是首选这款，并且具有了欧乐 B App 的连接功能。不过在 App 的感测分区上就只有6区，无法做到 L9 那么精细的感测。但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很熟悉如何使用电动牙刷刷牙，那6区够用了啦。最后是最亲民的 L2， 目前通路价格大概2500上下，价格好入手。不过在驱动模组上，我们拆开来看，这款就跟 L-Tech 和 L9 不同了，采用的是线性加左右震动的马达设计，达到更为温和的震动。以同样2000上下的价位来看， L2 的这款马达表现其实对比同价位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并且在相对亲民的价位，就同样可以体验到入门版本的震动科技，搭配上小圆刷头也算是优势之一。不过 L2 还是拥有 L 系列的重点功能，透过按键可以调成2种模式，分别是敏感专用以及日常清洁2种可调，但同样拥有 L 系列的压力感测功能。当你太大力的时候，自动降速以及指示灯就会马上变成红色，然后一样有每30秒的分区提示功能，但就没有连接 App 的支援了。对，看下来 L2 的目标很明确，你就只是需要一支电动牙刷更快的把牙刷好，或是想体验看看电动牙刷的朋友，并且拥有敏感专用模式，如果牙齿是比较敏感的族群，这款在同价位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没什么负担。不过我会选它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还是直接拆开帮大家看过了，电池可换啊，这是一支不到2000的牙刷耶，这真的是用心了。我觉得电动牙刷的电池这件事情是很多人买前绝对不会注意，然后也很少人会跟你说的事情。但你看，我这一支用了4-5年，可以换电池是真的差很多。好啦，我就不继续念了，反正长期在用电动牙刷的朋友，你们绝对懂我在说什么啦。好了，节目来到了尾声，这集我们不只带来了详细的功能介绍，并且也透过拆解实测，一次让大家看到马达的真实表现。最后，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居然用了 L9 快5年了才有很多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没意外的话，这应该是你能在台湾 YouTube 上面能够找到最详细、用最久的欧乐 B L9 电动牙刷分享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最后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